最近总有人说出大事了，咱们中国辛辛苦苦干了15年才建立起来的光伏产业，马上就要被印度从内部给攻破了，咱们的产业就要被印度人给偷家了。哎呦喂，我一听这动静，赶紧去网上溜达了一圈，好家伙呀，各种自媒体文章、短视频那是满天飞啊，论据摆的是一套一套的，这乍一看还真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那这帮人是怎么带节奏的呢？他们把两组数据硬生给拼在了一起，一边说你看人家印度啊，光伏产能那是坐上了火箭呀，8年的时间产能足足翻了17倍，直接冲到了172吉瓦。那另外一边呢，再看咱们中国啊，咱们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光伏巨头，去年那是惨不忍睹啊，集体遭遇了滑铁卢，面临巨额亏损，光是两家龙头大哥加起来就亏了快160个亿啊。大伙儿想想啊，这一边呢是三哥在那边高歌猛进啊，一路狂飙，另外一边是咱们自己家的企业在那边喋喋不休，疯狂亏钱。这两件事硬是被捏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博主添油加醋一忽悠，网友们的心态当场就崩了，大家就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这还了得呀！咱们没日没夜的搞出来的光伏霸业，难道真的要被印度人给抄底了？但是各位，请把你们那颗悬着的心给放回肚子里去。今天呢，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所谓的印度光伏威胁论。如果咱们耐下性子啊，拿把放大镜把印度这吹上天的172吉瓦的产能给拆开细看，你就会发现结论完全是反过来的。这场所谓的恐慌，一大半都是咱们自己吓自己的。咱们得承认如果单看印度那边放出来的头条新闻，这组数据吧，确实挺能唬人的。172吉瓦呀，各位，印度新能源部那是敲锣打鼓的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现在的光伏组件产能已经冲到这个天文数字。大家要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三哥那边的产能满打满算还不到10吉瓦，短短8年的时间直接翻了17倍，人家现在可嘚瑟了。印度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突破了274吉瓦，光伏装机超150吉瓦，稳稳坐在了全球第3把交椅上，前面就剩下咱们中国和美国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国内的光伏圈子确实是在渡劫。9大龙头企业的财报一出，好家伙，合计预亏超435个亿啊！这个对比一放出来，搁谁看不焦虑啊？那很多人就卡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中国辛辛苦苦在的说，怎么果子全让印度人给摘了呀？各位看新闻千万不要只看这个大标题你得拆开来看呀。光伏这个行业它绝对不是一块铁板，它是一根从上到下串起来的糖葫芦。那这根糖葫芦它分了好几个环节从最顶端往下说分别是多晶硅、硅片、电池片，最后才是最底层的组件。这个产业链有一个极其要命的规律，越往上游走，那比如说是多晶硅、硅片，那技术门槛越高，投资越大，简直就是个深不见底的吞金术啊。而越往下走，比如组件，门槛越低，只要你有手有脚，这就能干啊。那么问题来了，印度这看似能吓死人的172吉瓦产能，到底是堆在哪个环节了呢？全堆在最底层的组件环节。什么叫组件其实就是你去买现成的发光电池片，买点玻璃，再买点胶膜，买个塑料背板，然后找几个工人把这些玩意儿就像拼乐高积木一样拼装在一起，外面套个铝合金框子，啪，完活了，这叫组件。印度这172吉瓦本质上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流水线组装车间。咱们再顺着这个组件往上游扒一扒，看看三哥的技术到底有多薄。印度现在的电池片产能满打满算也就27到30吉瓦，能进入他们政府认证名单的才26.5吉瓦。这就意味着印度那172吉瓦的组件车间里超过80%以上的核心电池片全得眼巴巴的等着咱们中国给他们运过去。没咱们的电池片他们呢就是一堆废玻璃啊。其次呢是硅片，哎呦喂，这就更搞笑了印度本土现在连一条能拿得出手的规模化硅片产线都还没有正式投产，说是有个合资厂还得等到今年的6月份才能勉强转起来。那最后到了最上游最核心卡不子的多晶硅环节印度的产能是多少？鸭蛋0直接交了白卷。大家知道中国在这些核心环节是什么地位吗？
咱们可是掌握了全球91%以上的多晶硅产能和97%的硅片产能。印度生产组件所需要的原材料有70%以上必须从咱中国买。那这就好比这三哥呢要在村头开家超级巨无霸的汉堡帝国，结果呢，这汉堡的面粉是从中国买的，牛肉饼是中国运的，酱料是中国调的，甚至连烤箱和电费都是中国给供的。这三哥唯一干的事儿就是雇了几个小伙子，把这个肉饼夹进面包里，然后在这包装袋上狠狠地盖了一个大戳，印度制造，全球第3。哎，各位，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啊？这哪叫什么独立的产业链啊？这就是全球光伏供应链最末端的一个包装厂而已。就这还想来偷咱们的家？哎，借他8个胆子，他也偷不走啊！那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你别吹了，人家印度人工多便宜啊，咱们中国人工现在多贵啊？人家靠着廉价劳动力，迟早得把这成本打下来，卷死咱们。哎，你这是用纺织厂的思维去套高科技的产业啊，大错特错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啊，光伏制造的核心成本压根儿就不在那些拧螺丝的工人身上，真正烧钱的是电费和辅料。你炼那个高纯度的多晶硅需要极其庞大且极其稳定的低价电力供应，印度那3天2头拉闸限电的电网能扛得住啊？你切个那个薄如蝉翼的硅片需要极其昂贵的精密设备，你造电池片里面需要消耗大量的白银浆料，这些东西印度有吗？一概没有啊！你得掏着高价从中国进口。哎，你想想，这些贵重的原材料要漂洋过海的运到印度，一路上得交高昂的运费吧？那到了印度港口还得交他们自己定的7、8关税吧？那最后再到他那个小规模的厂房里，这一套流程叠加下来成本简直比火箭升天还要快啊！最后算出来一笔账，能把3个自己都给气死。印度自己产的光伏组件比咱们中国原装进口过去的组件成本足足高出了50%到70%呀！各位，是贵出了一大半啊！这还是最保守的算法也就是说，哪怕咱们把所有的技术图纸白送给印度，哎，把所有的设备免费借给他们，他们造出来的东西也比咱们卖的贵得多。在绝对的供应链优势面前，三哥那点省下来的人工费，连个运费的零头都填不上，这叫什么成本优势呀？这就是纯纯的冤大头啊！咱们接着往下扒看看印度造出来这些昂贵的金疙瘩到底卖给谁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从2023年到2025财年，印度光伏组件出口的去向居然出现了极其畸形的局面，97%的出口量全都运到了美国。就拿2025年第3季度来说整整97%的货全都送给了美国这一个大金主。那但凡是做过小买卖的人都知道，做生意最忌讳的是啥？就是把所有的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你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把出口的命脉100%的压在一个市场身上，这跟在刀尖上跳舞有啥区别呢？美国那是什么主啊？那可是变脸比翻书还快的政客大本营啊！他们的关税政策只要稍微打个喷嚏，印度整个光伏产业就得得重感冒。这不就在去年的8月份美国突然心血来潮，对印度的商品加征了一波关税。好家伙，印度那些光伏出口商瞬间两眼一黑，直接陷入了瘫痪状态啊！那虽然后来是经过各方求饶，关税稍微是降了一点点，但是这种被人死死拿捏的感觉那叫一个酸爽啊！而且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吓人的172吉瓦产能，印度一年能出口多少啊？满打满算只有可怜的4吉瓦左右。哎，大伙算算这笔账你有172吉瓦的产能，但是你一年只能往外卖4吉瓦，剩下那160多吉瓦用来干嘛呢？答案非常残酷大部分的产线都在车间里盖着防尘布睡大觉呢，实际的开工率低得让人想哭。这就叫典型的账面繁荣 PPT 强国，数字报上去好看的不得了但实际上就是连个机器都不敢开的空壳子。那说到这儿，大伙儿应该就明白了印度光伏根本不可能，也没有那个实力来咱们这儿偷家。但是这问题它又绕回来了，既然印度是个纸老虎，那咱们中国这些光伏龙头企业为啥去年亏得这么惨呢？真正让咱们光伏产业痛不欲生的麻烦，根本就不在大洋彼岸，也不在喜马拉雅山那边，而在咱们自己家的后院里。这根本不是外部入侵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内部问题。
有2个致命的原因。第一，咱们自己人卷自己人，产能大爆炸。大家知道中国光伏的产能现在恐怖到什么地步了吗？从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到组件咱们的年产能已经全部彻底突破了1100吉瓦。可是问题是，去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加起来新增的光伏装机需求还不到600吉瓦，咱们一家的供应能力就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需求的整整2倍啊！这种极度的供大于求，注定了接下来的剧本只有一个惨痛的价格战。以前行情好的时候，这组件的价格能卖到2块多一吉瓦，那大家赚的是盆满钵满。现在呢，直接腰斩再腰斩，掉到了6、7毛一吉瓦。从上游到下游所有的环节都在流血，都在亏本赚吆喝，就看谁的现金流能熬到最后，把竞争对手给耗死。第二，技术迭代太快了，快到连资本都跟不上了。光伏这个行业不是你建个厂房就能一劳永逸的，它的技术升级速度堪比买手机。那前2年大家还在疯狂扩产所谓的 PERC 产线，结果还没等成本收回来呢，新一代的技术就杀出来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你那些旧产线瞬间就变成了废铜烂铁，被迫提前淘汰出局了。企业刚扩完旧的，又得砸几十上百个亿去建新的生产线，再加上白银等原材料价格疯涨，直接把最后一点利润空间给吃的连骨头渣都不剩了。所以咱们中国光伏企业的巨额亏损，根子就在于咱们国内产能处于大出清的残酷阶段，在于咱们技术换代的阵痛，以及全球贸易壁垒的收紧。至于说印度崛起拉倒吧，印度那点在下游拼积木的产能，跟咱们中国光伏企业亏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微乎其微连个毛线都算不上。很多人天天喊着焦虑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看懂中国光伏真正的护城河，从来就不是那个最容易被复制、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组件车间。咱们真正的铜墙铁壁在3个极其核心的致命位置。第一，是对上游原材料的绝对统治力。全球90%以上的多晶硅，95%以上的硅片全在咱们手里面捏着呢。这是动辄几百亿砸下来，熬好几年才能建起来的重资产印度呢，连根毛都没有，他想追平，起步价得先等个10年8年再说吧。还是第二就是那种让对手绝望的持续技术迭代能力。3个还在发愁怎么把别人家的电池片塞进玻璃框里不漏水，咱们这边已经在新一代的电池上狂奔了，代差已经拉到他们连尾灯都看不见的程度了。还有第3是高利润区的话语权，咱不要光盯着亏钱的组件看你看那些做逆变器、做储能、做系统集成的中国企业，利润是厚的流油在组件厂大面积亏损的背景下人家1年的净利润还能干出100多个亿这才是真正决定行业生死走向的命脉。所以各位，印度光伏在增长，这是事实，咱不需要闭眼否认。但是如果要把3个那点拼接玩具的产能跟打破中国护城河跟偷家画上等号，那就是自我 PUA 了。